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哥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 Peter 哥要来教各位的是如何去算开根号哦。今天首先用根号12来跟大家讲根号12怎么做计算。那在我们没有计算机、没有手机、没有电脑的情况下，我们怎么用手来把它算出来？怎么用笔把它算出来？你就一步一步听着我来引导你做计算，哦。来，首先要先各位讲的就是说，根号12它通常会是一个带小数的一个数字哦，通常会是一个带小数的一个数字，所以我先说明一下哦。根号12它通常会介于哪两个整数中间？我把它设定介于 A 跟 B 中间。那我们如果把这一些数字都加个平方呢？那上面这一个不等式会变成什么？会变成 A 的平方小于12小于 B 的平方，没有错吧？没有错哦，那 A 的平方小于12，那 A 的平方会是等于多少？我们大概稍微数一下 A 的平方，那它就应该是3的平方小于12小于344的平方，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喽。我们就会知道，来再算一下。所以我们如果把平方去掉的话，平方去掉，这个就要开根号，这个就要去掉，所以我们就会得到的答案是3小于根号12小于4。那这个时候就知道了，根号12呢，它会等于3点3点叉叉，没有错吧？根号12会等于3点叉叉哦。到这边各位有跟上吗？来，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讲，那后面这一个叉叉该怎么计算呢？来，继续往下走，我们讲，我再把它写一次哈，根号12会等于3点叉叉，所以它会等于3点，这是小数点哦。我们来算一下哈，会等于3乘以2。来这边跟各位解释一下，前面这一个3，也就是它整数的部分。前面这一个3就是整数的部分，后面这个是固定乘以2，后面这个是固定乘以2。那分母的部分是这个样子，分子的部分呢？分子的部分来跟各位讲一下，分子的部分会用12减去3的平方。这边跟各位讲，这一个12呢，就是我们说12开根号，12开根号。那后面的3的平方，这一个3呢，就是我们整数的部分的这一个3，整数的这一个部分就是这一个3，把它做一个平方。所以这边再重新简单说一下，根号12我们算出来了哈，是3点叉叉，就等于3点一个数。那这一个叉叉这一个数呢，它的分母是3乘2，其中这个3就是我们整数的部分。分子这一个12减3平方就是12，就是我们根号里面这个12。3平方的3呢，就是我们整数的部分这一个3，然后把它做一个平方。来，我们继续把它算下去，哦。来，所以就会等于3.612减9。好，12减9会是多少？3.613。
也就是3.1/2。那1/2等于多少？1/2等于0.5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了，根号12的平方会等于3.5。好，算到这边，答案已经快出来了。不过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它是要用一个逼近的方式，所以呢，它会等于3.46到3.5其中一个数字。我们这边再跟各位讲一下，3.46如果45度的话，这个6进位会变成5。那3.47进位也会变成5， 3.48进位也会变成5， 3.49进位也变成5， 3.5 好，就是刚好是一个整数，不用进位了哦，所以我们可以算出来3.46会是根号12，哦。这样子你有学会了吗？如果还不懂，我们可以继续往下做下一题，再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。我们这一题用的是根号68，会等于多少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刚才用的是根号68会是一个 a 的平方小于根号68，再小于 b， 而不是平方。a 小于根号68小于 b， 那我们都把它加上一个平方之后呢，会得到的是 a 平方小于68小于 b 平方。因为 ab 是整数，所以我这边算出来 a 平方8864，所以这一个应该是64，然后再68小于68，再小于 b 平方8864， 9981。好，所以我们一算就知道了，8平方小于68小于9平方。那这个部分我们如果都把它平方去掉呢，这边就是开根号，这边就是把平方去掉。到这边呢，我们就会发现根号68就会等于8点叉叉，来，叉叉的部分怎么计算呢？刚才有教过各位了，我们来算一下。叉叉的部分呢，就等于8点。分母我们讲的是抓前面的这一个8来乘以2，所以呢，我这边会用8乘以2。那分子的部分呢，会用根号里面这个68减去整数的平方，也就是呢68减去8的平方，这样子算出来会是多少？来，我们继续把它算一下，这样算出来会等于8.1668减8864。好，就会等于8.164，就会等于8.1/4。来，1/4是多少？1/4是0.25，所以我们这边就知道了，得到的答案会是8.25。
但是这样的算，我刚才讲过了，它是逼近 8.25，所以它实际的答案会是等于8.245到8.25中间，所以8.245到8.25这一个区间的数字就是根号68，就是根号68。哦，那你可以讲它是8.245，你也可以讲它是8.247，你也可以讲它是8.29。好，这是根号68的部分。来，我想还有同学不太懂，我们继续再举第三个例子，让大家知道一下。第三个例子我们要用的是根号129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一样，我们刚才讲的根号129，它会介在哪两个数中间？A 跟 B 中间，我们一样把它加个平方，加个平方，加个平方，会得到 A 平方小于129小于 B 平方。那 A 平方会是等于多少？ A 平方就会等于11嘛，121的平方，11的平方就等于121小于129。B 如果等于12，12的平方就是等于是144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所以这是11的平方小于129小于12的平方。那这边呢，我们都把它平方拿掉，也就是取根号的部分，这个平方就拿掉，我们就会发现的是11小于根号129小于12。所以我们就已经知道了根号129会等于11点多，11点叉叉，没错吧？11点叉叉。来，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各位讲，11点叉叉后面这个叉叉怎么计算？2倍的整数11，也就是说11乘以2分之根号129的129减去整数的平方，129减去11的平方，这样会是多少呢？来，咱们继续把它计算下去，就会等于11.22分之129减121，9减121等于是8。那这样算出来是多少？11分之4，那11分之4是多少？11分之4，来，我们这边稍微用一下，4除以11等于0.3370，0.36。好，所以我们会知道这一个11分之4会是0.36。那它是0.36的话呢，它这个等式会变成11.36。那11.36我们讲过了，它是一个逼近值，所以它实际的值应该会是在11.355到11.36中间，所以你可以说根号129，你可以说根号129会是11.357，或11.358。这样子你学会了吗？来，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下一个题目哦。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。来，我们第四个题目，来，
来要用的是根号588，它会是等于多少呢？一样，根号588，它会介于两个整数中间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它加上平方，加上平方之后，我们就会发现 a 平方小于588小于 b 平方。那这个 a 平方呢，会是等于，就写在这边，576小于588小于25的平方是625，所以我们把这一些数把它再计算一下，它就会是等于24的平方小于588小于25的平方。来，我们把它去开根号之后呢，会得到的是24小于根号588小于25。所以到这边我们就会知道了，根号588会等于24点叉叉，24点叉叉，来继续计算一下，24点叉叉的叉叉后面怎么计算？后面是24乘以2/588减去24的平方。那这样算出来呢，会是24点多少？分母是48，分子是588减去576。来，继续计算下去，继续计算下去，会等于24.4812，也就是等于24.1/4。那我们知道嘛4分之一就是等于0.25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知道答案会是24.25。我们算出来的答案是24.25。当然，我一直跟各位强调，我们这是一个逼近值，所以它实际的答案会是24.245到24.25，这一些就是开根号588的一个答案。所以开根号588，它可能会是不是可能，它的答案可以是24.245，也可以24.248、24.249都可以哦。来，咱们继续把它往下再做计算。第5题，我们用比较大的数字902，开根号会是等于多少呢？一样，902它介在哪两个整数中间呢？介在哪两个整数中间呢？a 平方小于902小于，这个是 b， 小于 b 平方。来，所以呢就会算出来，这个应该是29，这个应该是30，29乘29等于841，小于902小于900。写错，不是，来，抱歉，我这边写错了哦。恢复，等，这个应该是900啊，这边应该是31乘，后面这一段是31乘以31，应该是961。
好，所以呢会是900小于902小于961。来，咱们把它都开个根号，开个根号，开个根号，就会等于30平方开根号小于902小于31平方开根号。那这样子呢，算出来的答案会是多少？30小于902小于31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会知道了，根号902，它就会等于30点叉叉。那30点叉叉到底要怎么计算呢？后面的这一个叉叉我们讲过了，是整数的部分30乘以2，分子的部分是根号里面902减去30整数部分的平方。来继续跟大家说明，也就是30.60分之902减900会是2，等于30分之一。30分之一会是多少呢？来，旁边偷偷的计算一下，30分之一0.90。好，这边我在旁边偷偷算出来了，30分之一会是0.033，0.033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就会知道根号1902会等于30.033。那我们一直强调这是一个逼近值，所以呢，它实际上的答案应该是30.0325到30.033都是根号902，所以我们可以说根号902的答案会是30.0328或0325都可以。所以我们今天呢用了很多个例子跟大家讲了哪一些东西，讲了902开根号是多少，还有呢，还有跟大家讲588开根号是等于多少，还有跟大家讲129开根号等于多少，以及呢，还有跟大家讲的是根号68是多少呢？以及最初一开始跟大家介绍的12开根号是等于多少？这样的教学你有听懂吗？有学会吗？如果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再多看几次影片，我想一定对你的数学会有所帮助。那今天 Peter 哥就为大家简单说明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你可以帮我的影片按个喜欢，按个赞，并且把它分享进去。那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会分享很多我知道的数学知识，跟你一起来玩数学。今天 Peter 哥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，咱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